无极525DS 西安实车到店，关注这款车的朋友可以到店内试乘试驾。开箱后装上手把、护杠、风挡，安装呢还是比较简单的。车辆的附件呢都是放在盒子里。后面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款525DS 的一些升级。无极这款车也是从原来的500DS 进行了一个升级。我左手边就是老款右手边就是新款大家首先看一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的升级首先就是轮胎从原来正新的 S1的公路胎升级成了现在是象牌的一个龟背胎，前轮呢是从17寸，然后升级成了19寸。另外原车500是不带杠的，525现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护杠。最关键还是它的发动机平台，原来是从KE500，现在是升级成了一个525整个的功率提升更加的一个明显。另外呢还有很多细节的升级今天刚好两台车都有，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它这个按键，这个按键现在沿用宝马的那一套按键整个质感各方面特别的好作为对比可以看一下原车的按键这个就是塑料感很强的这种按键现在大部分车也是这种按键，就这次这个按键提升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另外像这个仪表这次也是有很多投屏互联的这些功能全新的一个 TFT 的一个仪表。以前呢是仪表的功能呢相比就没有现在新款的这么强大，有两种骑行模式可以切换对应的它把灯光全部集成在一个按键上往外搬是远光，然后以前灯光的这个按键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调菜单的一个按键，就使用上更加方便双闪灯这些相对应的老款呢这里呢就是远近光的一个开关它只有超车灯，这个就集成度没有新款那么高仪表的功能也没有那么全，所以它这次有菜单键可以选择投屏这些功能就使用上会更加方便USB 接口呢是做到了这里整车呢还有很多细节的提升老超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像原来的座高呢是820，现在是830离地间隙呢是从185毫米呢提升到了190的一个毫米。从它给配备提升离地间隙，配备这个龟背胎来看，也是想让这款车在非铺装上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老超以前也拍过我们有些摩友他们已经把500的 DS 呢都骑到7万公里整车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表现出来最早的就是它是手皮车最多的问题呢就是手皮它这个线呢稍微有点短，就是骑行长了以后它这个线会磨断但后期都已经改了相信在新的525上，像这些小的问题应该已经全部都已经解决油箱呢是17.2升，官方给的油耗呢大概是100公里3.7升这款目前是不带箱的，不带塞箱的一个状态，价格呢是38180。西安现在也已经到实车了就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实际到店内，可以自己实际去看一下测出的一个底盘所以呢就相对的而言，它的边箱呢就可以用到一个全尺寸的一个边箱。无极的车的缺点呢其实也是有的就是它原车的灯光亮度呢确实是比较一般的后期使用中如果我们是需要出去跑长途的话，肯定是要加射灯的。原车的风挡两段可调，但是确实也比较小，很多摩友呢都把老款的风挡进行了加高。还有呢，作为一款长途用车呢，这款车不带护手，也没有手把加热。其实呢，像这些项厂家都是可以考虑原车就直接加进去，因为呢，在这种车型上加装的摩友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各地查改装又比较严格，如果原车能带，相信也是解决了很多摩友的痛点。525DS 上市以后呢，500DS 的价格呢也是做出了调整，现在价格是33580，相比原来38800的价格呢是直接降了5000元。中储的无极店呢，新老款都有。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款车可以实际得到店自己亲自看一下。